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猫咪小学堂，我是花卷，我是胖弟，我是小吉。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猫咪为什么会经常呕吐。相信每个养猫的你应该都听过那个熟悉的声音，然后就接着你就得拿出拖把、纸巾，还有祈祷不是吐在床上。我又吐在你的枕头上啦，嘿嘿。先别急着紧张，其实猫咪偶尔呕吐其实是有可能正常的哦。像是吃太快啦、吐毛球啦、空腹太久啦，这些都是生理性反应。像我这种一天吃5次吐2次的，也是健康宝宝吧？那就不正常啦。重点在于频率跟状态。重点不是有没有吐，而是怎么吐，吐了之后怎么样。所以说，观察猫咪呕吐的频率、吐出来的东西，还有它们吐完之后的反应，其实比你想象中还重要。那我吐完还冲去抢别人碗的，也算健康，对吧？那可能只是吃太快了。刚刚说到偶尔吐可能是正常的，那到底哪些情况就要开始担心呢？我们整理出7种常见呕吐原因，用简单好记的方式来告诉你。等，让我来当示范呕吐猫。猫咪爱干净，舔毛舔一舔就吃进超多毛，时间一久，胃里就出现毛球。正常的毛球会被吐出来，看起来像一条黏黏毛条。这不是香肠，是我昨天的毛。如果是猫咪吃太快、吃太多，就很容易还没开始消化就吐出来。这种呕吐通常是一吃完马上吐，而且吐出来的是完整饲料。原因就是太急、太饿、太贪心。因为我想抢别人的份嘛。如果原因是猫咪对食物不耐，或是换饲料太快，就可能会引发肠胃不适，甚至呕吐。有些猫咪肠胃比较敏感，换饲料换太急，或吃到不合口的东西也会吐。记得新饲料要慢慢混，至少花7天渐进式转换。体内寄生虫，像是蛔虫、钩虫，也可能让猫咪一直吐。真的假的？我里面有虫。有些猫甚至会吐出虫。如果你家猫咪一直反复吐，体重还慢慢变轻，可能是慢性肠炎。这时候就不是单靠饮食能解决，必须请兽医协助。中老年猫咪若有一直吐加喝超多水加瘦很快，小心是慢性肾衰竭。尿毒素累积会让猫咪越来越想吐，越吐越虚。嘿嘿，我找到新玩具。不能吃毛线啦。猫咪不小心吞进塑胶袋、橡皮筋、线，可能会造成肠阻塞，立刻送医，不能拖。这7种原因，你家猫咪中几项呢？我好像全部都有哎。那你要住院喽。讲了那么多呕吐原因，那重点来了，我们可以做什么来改善这些状况呢？这边有一份毛爸毛妈止吐守则。如果猫咪吃太快，可以试试这些方法：慢食碗，凹凸造型，让猫咪只能慢慢剥；少量多餐，一天分2到4次喂，一次不要喂太多；抑制喂食器，吃饭也要动动脑。可是我用慢食碗还是15秒吃完呢。那你要用单颗放地上喂食法了。猫会舔毛很正常，但毛球真的太多会造成阻塞。平常可以每天帮它梳毛，尤其长毛猫，使用化毛膏、化毛配方饲料，
提供猫草，帮助它自行代谢毛球。不要一下子换新品牌饲料，猫咪的肠胃会抗议。正确做法是，新饲料混进旧饲料，至少7天慢慢换完。什么？不能一次换整包吗？我都拆开来了耶。定期体内驱虫，年度健检。尤其6岁以上的中老年猫，更应该每半年一次健检。时间允许的话，最好养成记录习惯。每次吐都拍照加记录时间，是送医时超级重要的资讯。吐的颜色、内容，吐完有没有吃饭，精神好不好，通通记下来。记得拍我右脸比较好看哦。呕吐虽然常见，但千万别不当一回事哦。多留意一些细节，就能让猫宝贝更健康，少受苦。刚刚我们说了日常可以怎么预防、怎么改善，但如果真的要判断严不严重，还是要看兽医怎么说。很多饲主会以为，猫本来就很常吐啦，但其实对兽医来说，常吐本身就是警讯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解锁兽医看呕吐时脑中在想什么。第一个重点就是吐的频率跟持续多久。例如，偶尔1-2个月吐一次毛球，先观察；1周吐好几次，连续很多天都在吐，就不正常了。1天之内吐3-4次以上，建议尽快就医。翻译成猫奴语就是：偶尔吐等于可以记一下，一直吐等于马上记加找医生。第二个，兽医会很在意吐出来的是什么，大概可以分成几种。未消化饲料，刚吃完就吐，多半是吃太快或反刍。透明白色泡沫，可能是胃酸空腹太久。黄绿色液体胆汁，可能肠胃蠕动异常或有发炎。咖啡渣颜色黑红色液体，有可能是出血警讯。看起来像毛条的毛球，这比较偏毛球问题。所以如果吐出来长得很奇怪，颜色很恐怖，就不是只有又要拖地了这么简单呢。第三个很关键的是，猫咪吐完之后到底有没有恢复正常。例如，吐完还会自己去吃饭、喝水、走来走去，会讨摸，多半是暂时不舒服，可以先观察。吐完一直躲起来，不吃不喝，叫它也没反应，这就是兽医眼中的红色警报。如果我躲在床底下一整天都不出来，那就不是在玩躲猫猫，是在说我真的不舒服。第四个是看有没有其他症状一起出现，像是呕吐加腹泻、呕吐加发烧或全身热热的，呕吐加肚子很硬，摸肚子会痛，呕吐加狂喝水却一直变瘦，呕吐加明显脱水，牙龈干干的，皮肤拉起来弹回很慢。这些组合只要有出现，不要再等了，直接带去宠物医院。如果你家猫咪出现以下这几种情况之一，就很建议不要再观望，直接预约看诊。1天吐超过3到4次，连续呕吐超过24小时，呕吐物里有血，颜色很奇怪，黑红、咖啡渣样，吐完就不吃不喝，一直躲起来。呕吐加上严重腹泻，明显脱水或虚弱站不稳，怀疑吞了异物后开始频繁呕吐。如果你担心这样到底要不要看医生，那通常代表要。今天的猫咪小学堂就到这里咯，喜欢的话记得按赞、订阅，还有开启小铃铛哦。猫咪小学堂下课咯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